好了，各位听友，大家晚上好啊！我们又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了。先分享张占奇老师的一个体会啊。他说李老师在33课九灵安时空的33课759课举的动作的例子，是为了在体察空间的时候啊，更好的体会身体的这种整体状态，讲体察空间哈。说本身呢也有体察空间，说伸手抬足都在空间里呀。可李老师说啊。还说了一句哈，说锻炼的时候啊，是在那种放松状态下里练的。说你要放松，这一放松不就融合到了虚空里去了吗？你和虚空本来是一个呀，说不就融合了那3课的状态里了吗？因为张老师在前面呢，他发了两岸时空另外3课，一个是644课，说我体察空间，还有空间体察我，还有708课是形像气一样，气像意一样。740课说松入空间，嵌入安静，就是你和空间它本来它就是一个整体哈。说精气神觉与道与本能哈，本来就是一体的，是我们人为的呢就把它分开了，执着于身体这个我才是我想的东西才是我的。道不远人呢，人远离了道。从人天合一，以空应空，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是个人认为那3课讲的是很透彻的哈。说708课的3个一样是体道一样，再加上慈悲心的空间的德也有了，加上慈悲心啊，空间的德也有了，说也一样的。说练时呢，全都是整体的啊。说个人认为只是个人认为哈，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。就是说我们在练这个体察空间或空间体察我，或者形气神，它本来这所有的一切从根本上讲，它都是相通，都是一个整体的。啊，后面呢，张老师还说一个，说体察是从身体里身体中心向外的体察，是内外整体的体察。啊，老师讲得很清楚，说我们自己理解的不深，抓不住重点，其实不是，大家其实很多东西已经练得很好了哈。说没有一门深入啊，这一点说的倒是对啊，就是我们学练东西，有的时候最好的办法，真的就需要我就是抓住某一个点，一门深入的练，这时候有时候你反而就是进步就会更快。如果说你像这也弄一点，那都弄很多，种类很多，有的时候呢就不太容易很精进。有的时候从一个角度上啊，这几个动作上，我天天就这样练，哎，可能进去了。一进去之后呢，就是一下通，叫一窍通啊，百窍通，内在都是相通的哈。啊，就是我们每一位同学啊，我就觉得我们在学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，就通过我听这个话，无论是哪位老师讲的这个内容，或者看到书上这个内容，你看，你要用身体呢，要用生命啊去感受它。去感受它。当你去认真的感受，哎，你就会不一样。你比方说这个空间，体察空间，你要真正去体察，让你去体察，其实你体察的过程中，哎，你就空了就发现，哎呦，我和空间原来就是一个呀，是一个整的，是一个完整的，那个本都在那儿。我们过去讲了，说空间，说就是我们人意识的一部分内容。就你要去思考一个东西，你必须用这个空间，所以你去体察空间或者精气神都一样啊，充斥到空间了。你就好像我回到了空间中，我去体察空间了，其实是回到哪儿去了？回到您的本来那儿去了。你本来就从那儿来的，你本来跟它就是一个，你慢慢体察，就把那些别的东西放掉了之后，你发现，哎呦，阻隔你和空间和自然联系的东西，那个贪嗔痴怨恼烦等等都没有了之后，发现，哎呀，我本来就跟它是一个。那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就好像我去体察空间的时候，我这个神或者我这个心，哇，融入了整个空间。我们后面还要讲那个心息相依的另外一个内容，说心息相依往下面走，你往上，你感觉整个虚空，说你的心和整个虚空和那个空间相依，空间都是信息呀。我们说一体察空间，哟，我们的精神融入了整个空间，和空间是一体的，和空间是一体的。那今天呢，要讲另外一个内容。
这个空间呀，你往外好，我们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啊，就从我们现在常态的思维是有外有内有远有近哈，但我们这么说，往外是个无限的空间，那其实往里呢，往小处走呢，也是有无限的空间。对空间的觉知大的这样一个空间，再比方说我们的人身体上。身体上有没有空间呀？身体本身是个空间，身体上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些特殊的空间。哪些特殊的空间呀？你比方说穴位，这穴位是不是空间呀？是空间。我们讲丹田、下丹田、中丹田、上丹田，这个丹田是不是空间呀？也是空间呀。那个丹田是空的，它是个空间，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是某个肠子哪个地方，不是，它里面是个空，是个空间啊，是个空间。好了，我们往外去体察，那精神说融入整个无限的空间。那今天要练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已经早都练了这个，就我们的精神要回到身体里面。比方说，我要把全部的精神啊，到整个外面虚空啊，现在全部的精神到哪儿去呢？到内在的那个空间。比方说，内在下丹田，丹田这空间，或者中丹田空，就讲下丹田嘛。我把所有的精神集中到下丹田，这个空间是一个气穴，一个穴位里面是有气，或许你叫凝神入气穴，就把那个神凝集到那个气的那个穴位里，那空间里。我们练的心息相依，说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心照不宣，心照神教，一下，就你那个心息相依，一到丹田这个空间里了。那个神可以集中到外面这个所谓的空间，也可以现在要练什么呢？要集中到内在的这个空间。当然不一定就是下丹田的空间，也不一定就在肚脐深处，有可能在中脘这个位置里面也可以呀，中丹田也行，集中里面往里进。但你真正进入内在那个空间，那种感受和外面的空间很大程度上是一样，它都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东西，无限大也可以无限深，无限远。就你精神一集中，精神极致的凝聚，心息相依，神光下照，用那个神光好像进入到那个气血里，那个丹田里，就好像是一束温暖的光一样，集中到丹田里去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夫。如果你真是能把精神集中到里面之后，你的锻炼又会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。你真的觉得精神它就是凝聚集中到那儿去了。这聚精会神真是这样。平常假设精神凝聚，你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头脑里想我要精神凝聚到丹田，但你真正练到那个时候，你的精神真的就到那里面，真的能进去了。有一个很浅显的一个标志啊，是精神能进去。你真是精神到丹田里去了之后，说凝神入气穴，到里面之后，比方说周围有声音，有人说话，你知道有人说话，但那个说话那个声音好像很远似的，就你和他之间和外面之间隔了一层东西一样。看就是旁边，你知道在旁边，可你听的声音好像是很远很远一样。那个精神得彻底的进来了，进到里面去了。所以这个今天我给这样起了一个题目哈，说是干什么练什么呢？说你精神进去，就好像在身体的深处安放一颗清明的心。你过去心都在外面的，心是在外面跑这儿，现在把心都收回来，
把它怎么安放在你身体的深处，生命的深处，安放它，不让它乱了。待会儿我们练就要练这个内容，就一待，安放在肚脐里面，肚脐里面那个空间。当然，大家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下在那个空间，你要居在那个地方又不对了啊。说这个一下子哇，回到内在的空间，说那个气穴，我们说那个丹田也好，是气穴也好，说你叫丹田也好，就它不在于什么，不在于具体某一个位置。这个气穴它不在具体某个位置，而在什么呢？而在你心空，你心是空的，心空之处啊，所在皆是。过去讲说全身处处是丹田，就你觉知一能知道全身处处它都是空的，全身处处是丹田。在你身体里面每个地方你都可以安放一颗清明的心。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不单单锻炼会变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。遇到一些事儿，你刚要发脾气，要安放一下你的心，身体里放一放，那个脾气可能就没有了。遇到事刚要着急，一会儿把那心安放下来。情绪要起来，呀，安放，气沉丹田，心定神宁。就在我们身体的深处，或者是你的每一个部分，你都要怎么样呢？安放下一颗清明的心。做动作的时候，这里面也是一颗清明的心。那么其实不单纯是我身体里面安放这个清明的心，其实不单在我们身体里面，外面整个世界，我们的视听言动，我们所做的事儿，所说的话，所干外面接触的这一切，我们的物我交接，外面这个世界中每一个地方其实都应该有一颗清明的心，因为这颗心它不是肉体之心，不单单在你身体里面，你的心也在整个外面。你想整个虚空是我的心，我的心在虚空中，那个人不就在这虚空里面吗？他不就是你，对吧？你虚空中有你清明的心，那对面这个人身上也应该有你清明的心。大家想是不是？当你真正有一颗清明的心，无处不在这颗清明的心的时候，对这个人你就可能没有什么成见了。你见到就讨厌，你就没有那个讨厌了，因为那个人那块也有你的清明的心。但这个以后我们再去说啊，就是你这个清明的心，不单单在你身体里面，也可以在你做的事情上。这个事儿要做呀，有个清明的心，那这个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做好。跟这个人交往呀，他那儿也安放着我的那个清明的心，我就不会随便跟人家发脾气，我就不会坑蒙拐骗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要练这个本事，练什么本事啊？就把你这个清明的心能够放到每一个地方。那么首先要把它往哪儿放啊？就练什么？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练，就往丹田这儿放，就把全部的精神，那个心里不让它散乱，全部的精神凝神到哪儿去呢？到丹田，到丹田里去。你全部的精神到丹田了，你不就好像在丹田里面安放了一颗清明的心吗？而事实上啊，不是从外面安放进去，这个心本来就在那儿，只是我们对它没有觉知而已。一呆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心照神教，唯我于此。
全部的精神凝聚、凝神入气血，入丹田，就好像你进去了，进到里面那个空间里待着了。说起来好理解，那精神要进去，但需要功夫，需要你真的精神很宁静，很宁静。把那个精神凝聚到丹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，我们练啊。大家注意啊，这几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，比方说这个心息相依和这个您入气穴是一个事情，你心气相依到了那个什么丹田里，凝神入气穴，那个穴位里去了，好理解，要好知道，但功夫恰恰就在这儿，需要天长日久的这种锻炼。我们站桩的时候这样练，打坐时候练，平常走路也是这样练。没事一带，心息相依到丹田里去。大家注意啊，这是实实在在的根本的功夫，又简单，但又关键又根本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来练啊。安静，安静，就你往这一站呀，就好像整个精神从虚空中砰，从外面所谓的空间里集中起来，集中回来了。集中到自己身体上来了，两脚分开，安静。身体是空间，整个周围也是空间。啊，胳膊慢慢的上来，体察空间，而身体本身也是空间，是以空应空。放松身体入空间，身体微下动。
神往回集中。所谓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心息相依。心息相依，一个觉知，下朝丹田，手随着呼吸。凝神入丹田，凝神入丹田，很轻松，完全自然，没有想，没有使劲儿，只是安静的觉知丹田这片空间。尽量保持外面这个身体一动不动，平常所能动者居不动。站在这儿像一个木桩一样，
将心安放在丹田深处。一动也不动。
静，安静。心息相依，相依丹田，百会上领，身体慢慢直起，脚慢慢合拢，手缓缓下落，重叠在肚脐上，静养。静坐静养，安静。继续全神贯注于丹田，整个精神在丹田里，心息相依，安静。
精神、心神都在丹田里。丹田和命门相连相通，命门神识，神安定于丹田深处。时间快到了，想多坐一会儿，就保持安静，自己照顾好自己，该休息的就休息了。安静，该休息的就休息了。想坐的就坐一会儿，心息相依。